是超硬的，它长得非常的奇妙，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巧克力。再倒进去。嗨，大家好，我是 Alan。那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这两个木兰飞弹，不是啦，是可可果。那这个是我们前阵子在那个巧克力农场买回来的这个可可果，一颗大概40块左右而已，真的不贵哦。那它正常这个可可果是要把它那个果囊取出来，做发酵、晒干、烘烤、研磨，最后才能提炼出我们的巧克力。那今天我们是把它里面这个生的这个可可果的这个果囊果荚拿去做我们的饮料，还有那个鸡汤。那我们就开始吧。是超硬的，先去头跟去尾，然后沿着两边，尽量不要伤到它的这个果肉。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完整取出来，有没有？它长得非常的奇妙，对不对？看起来有点像香蕉嘛，还是什么奇怪的东西这样？有没有看到？它长得非常的特殊，有点像蚕蛹嘛，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的囊啊，跟果肉这样。然后这个是比较熟的啦，然后刚刚另外切了另外一颗，这颗是比较没那么熟，它摸起来有点黏黏的这样子。我们先吃这一颗看起来比较白一点的，比较没有那么熟的，滑滑的。它里面那个有点硬硬的，中间有一颗有点硬像皮的这个黑黑的东西，这是我们的巧克力，直接吃不太好吃啊，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它那个弄掉这样。可是真的有那种淡淡的那种巧克力那种感觉的味道，淡淡的就是这样子啊。里面有一个这个像纸一样的，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这个肉，它这个就是我们在萃取巧克力的部分。那它这个肉的部分，像他们在萃取巧克力的时候，就是会让它发酵，它发酵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外面这个果肉就会不见了，这样有没有？它里面就是这样黑黑的，它吃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巧克力它是要经过一系列烤啊等等的过程这样子。那等一下我们要做鸡汤饮料的时候，就是把它直接整个一起拿进去煮，连囊带籽这样，跟一起打果汁。那这边这一颗是比较熟的，它看起来颜色比较深一点。然后我也来试试看它味道。它滑掉了，这个太骨溜了，要把它的那个果肉跟囊从肉咬下来真的很不容易。我刚刚有吃到有一颗就是那种还在发育中，里面的籽还没有成熟的，那吃起来蛮好吃的，它就有点像释迦的口感这样，是比较没有那么熟的释迦。它味道其实还蛮丰富的，就是有那种释迦，然后跟那个荔枝，还有点凤梨，跟好几种水果的味道加起来这样子，就是比较可惜，就是它的那个果肉还蛮少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去料理这些东西吧。好，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准备做果汁的材料，这个是有半颗的这个可可果跟那个比菲多，然后这边是我们用1根香蕉、1颗苹果，还有半个的那个可可果跟500cc 的牛奶。那接下来我们把它打成果汁哦，就将我们的这个食材倒到果汁机里面哦。哦，它是这个咖啡色的，因为可可脂的关系吧，有点像奶昔的感觉，因为刚好加了一些香蕉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比菲多，哇，它真难做的，然后看起来就很像蒜头。那我们再加入我们的这个比菲多，然后这个是比菲多跟我们的可可果打出来，因为没有香蕉，它就比较没有那么浓一点，但是颜色也是很相近。两杯看起来蛮像的，因为它那个中间那个可可脂的东西。好，那我们这边都做好了哦。那你分得出来这2杯是什么吗？就肉肉的嘛哦。不讲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什么燕麦奶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杯就是我们刚用那个香蕉、苹果，还有那个我们的可可果和500cc 牛奶打出来的果汁。那这边是我们的比菲多可可果果汁，我们来喝看它的味道哦。但我没有打太久了，所以它还会带有点纤维这样。这喝起来就很像是一般在饮料店卖的果汁感觉这样，只是它多了一个那个，它果囊旁边有一点那种被咀嚼的感觉这样子。可可果的味道跟那个它外面那个果囊的味道变得很淡，可是因为可能它本身那个果肉就是风味还蛮丰富的，所以它应该是也是蛮百搭的这样子。那如果不喜欢那个就渣渣口感的话，可以把它滤掉。
我是觉得我喜欢啦，因为这样子就是一边喝可以多一点那种咀嚼口感，这样有点像在喝那个葡萄柚的那种绿茶什么之类，可以咀嚼那个葡萄柚感。但可可果那味道没有非常的明显，可是看得出来整杯都是那个里面可可脂的那个颜色这样。然后因为那个可可果它本身就带一点那种可可脂，所以整体来讲这样是搭的啦，我觉得蛮好喝，只是说它味道没有那么明显这样。我们再来喝看这个比菲多的哦，那喝起来就没有那么像比菲多味道，但是还是有，因为比菲多味道还蛮浓，而且很甜这样，可是也是搭的啦。喝起来就酸酸甜甜，然后带一点那个水果的香气，这样其实都还蛮好喝的。本来看这个颜色，我有点被吓到。那这样我还蛮期待它煮鸡汤它会什么味道这样。那等一下如果煮好，我们再请 Sandy 来试试看我们的鸡汤哦。切大块一点没关系，因为这个等一下煮好之后会把它挑起来。嗨，我们现在要来用刚刚的这个可可来煮那个可可鸡汤。那我们准备的材料就是有可可，然后刚刚已经先把它剖开了。那它这个就是刚刚的壳的部分，我们有稍微把它洗过一下，等一下拿去一起炖汤。但这个最后是没有要吃的。今天用的是鸡腿肉，然后我有先把它汆汤过，另外还有这个姜片，还有米酒这样子就可以了。全部的材料非常简单，就只有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开火，就把这个姜片丢进去，再把刚刚的这个可可也放进去，还有它的皮一起放进去炖，然后再把鸡肉也一起放进去炖煮，再倒一点米酒，滚了之后，我们再盖上锅盖做焖的部分，所以现在就是先等大火，然后让它先滚，就等一下等它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汤快要煮好了，可可果变得有点像浮丝的感觉。这是我们刚刚用另外一颗可可拿来煮鸡汤，然后里面的话它材料就很简单，就是鸡肉，然后可可跟姜片，就这样。我们现在试吃一下它的这个可可的口感。它这个煮过之后有点透明，然后一咬它就是还蛮好剥壳的，像这样，这个肉吃起来有点带胶质感，因为嘴巴会有点粘在一起的感觉。然后这个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把它煮掉。那我们再来试喝一口它的汤。它的这个汤喝起来蛮清甜的，不会不搭，就是煮鸡汤我觉得蛮适合的。想要把它当一餐的话，也可以在里面加一点面丝，这样子的话搭配起来的口感也蛮不错，适合比较喜欢吃口味清淡一点的人，还蛮推荐的。所以下次大家如果去巧克力工厂的话，除了买巧克力，也可以买这个可可果实回来自己做料理，也蛮适合的，推荐给大家可以试试看哦。